Hi everyone， 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每逢世界杯或者一些重要体育赛事，当我们打开音乐软件，很多人总会听到这么一首歌 We Will Rock You。 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是皇后乐团的吉他手布莱恩梅所创作的吧。说起这位老哥，他的头衔得用全球旗手，什么全球顶尖学院博士，全球著名乐队吉他手。总而言之，他的人生就像开了挂。1985年拯救生命演唱会，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唱会，表演长达16个小时，音乐改变了世界。大卫鲍伊、巴布迪伦、马丹娜，凡是排得上号的通通参加，但镇场的是皇后乐团。他们连唱6首，第一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就全场轰动，就连传奇巨星迈克尔·杰克逊都对他们赞赏有加。一代天后 Lady Gaga 一名灵感源于他们的歌。这样一支传奇乐队，谁能想到成立之初穷得叮当响，全靠吉他手布莱恩在学校拿奖学金和利用闲暇时间去给别人补课赚钱拉扯大的。别的摇滚乐队文化水平一般不高，可皇后乐团个个名牌大学毕业，光是硕士就有俩，而布莱恩更是学霸中的学霸。布莱恩的父亲是英国航天部的一名工程师，他不是很保守，也不是很开放，他要求小布莱恩对音乐要有一定的品味，但是将来要找走正道的工作。布莱恩6岁时便坐在钢琴前面学习古典音乐，而他内心深处喜欢摇滚乐，他想学吉他。在布莱恩的恳求下，父亲松了口，答应买吉他，前提是布莱恩得保证学习成绩。7岁生日时，父亲送给他一把吉他，还有一张生日卡片，别高兴太早，明年考试少1分，我就砸烂你的吉他。这对布莱恩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虽然只用了1半的精力在学习上，布莱恩却一直成绩优异，比所有人都出色。在上课时偷偷看吉他谱，每天熬夜练琴，却依然是学校数1数2的尖子生。他会熬夜收看深夜天文节目《夜空》，却也会在父亲终于挨不住困意沉沉睡去后切换到音乐频道。他会在房间里贴满浩瀚星辰，却在图片之下藏着喜欢的歌星海报。就这样，一半循规蹈矩，一半离经叛道的布莱恩长大了。好在他的父亲很鼓励他发展自己的兴趣。16岁时，他是学校里出名的理科学霸和出名的优秀吉他手。布莱恩高中毕业后，凭借优异的成绩进入英国知名学府帝国理工大学。21岁时，以高级2等学士学位毕业，获得物理学荣誉学士学位，又留校继续攻读物理学博士。遥远而壮阔的宇宙是他除了音乐之外另一片心灵休憩的场地。他的研究课题是行星际尘埃的反射光和太阳系行星尘埃的速度，说简单点就是研究黄道光。25岁那年，布莱恩的论文被刊登到科学杂志《自然》上。要知道，《自然》是世界最顶尖的科学杂志。别人30岁之前，论文如果能登上《自然》，那都是要回家拜祖宗烧高香的。但仅仅过了2年，他又登天文学顶级期刊《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他在孤傲不群的天才堆里像个怪物。这种学霸去读个博士，不是轻轻松松。他的博士论文写到最后阶段，相当于差个致谢，他却大手一挥不读了。那一年，皇后乐团异军突起，眼看就要巡演，摆在布莱恩面前的只有2条路：一，从全球 Top 10大学读完博士，当一个前途无量的天文学家；二，我爱摇滚。布莱恩没有多犹豫，便选了第2条路，皆因这才是真实的他。大家有所不知，乐队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泡妞。布莱恩爱音乐不假，可毕竟少年心性，高中上的还是男校。如果我能当一名很酷的摇滚吉他手，那我就不用担心没有女孩来找我聊天了。少年的心总是按耐不住，抱着这个单纯的目的，他开始组建乐队。而皇后乐团的前身 Smile 乐队就是他大学时期为了耍帅而建立的。皇后乐团的成立，他是绝对的主导人。看到这儿，你肯定以为他是大少爷任性吧？事实上，布莱恩并未生于什么有钱人家。6岁时，父亲嘴上虽然不支持，却忍痛给他买了把吉他。15岁时，他的吉他技艺日渐精湛，便很难满足于传统木吉他，而电吉他太贵，家里买不起，所以父亲帮助他进行吉他改造。
朋友家装修拆下来的百年老壁炉变成了制作电吉他最好的干橡木，摩托车上拆下来的弹簧和自行车安座架的针尖让琴弦在颤音之后完美恢复。这把耗时2年制作的电吉他名叫红色特别，一直陪伴着布莱恩的音乐生涯，在经过几次翻修后，到现在还能演奏出美妙的音乐。他一直强调，吉他就是我的武器，也是我躲于身后的盾牌。就是这么一对关系极好的父子，却因布莱恩选择音乐放弃读博，彻底翻脸了。他爸希望他放弃音乐，因为你不可能在2个领域同时获得成功，而安稳读书在任何时候都有出路。直到2年后，1977年纽约麦迪逊广场，布莱恩的父母来看他的演唱会，他爸看到了他在舞台上熠熠发光的模样，结束后拉着他的手道：“我现在能够理解你了。”两人终于和解。此后，皇后乐团扶摇直上，开启了无敌的统治之路。他的选择是对的，因为皇后乐团不只是风靡一时，而是摇滚乐史上不朽的传奇，是英伦摇滚的代表团体，也创造了不可替代的艺术佳作。皇后乐团彻底地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音乐舞台的丰富多彩。它就像一个综艺大厅，完美地将华丽摇滚、前卫摇滚、古典音乐及重金属融为一炉。他们致力于发掘华丽和夸张的艺术风格，创造出一种带有浓厚歌剧色彩的音乐形式。主唱性感而如同唱诗般的嗓音，层层铺垫的键盘和绚烂花哨的吉他独奏是他们的标志。如他们的代表作《波西米亚狂想曲》，歌曲有着近6分钟的超长时长，分为鲜明的4个部分，融合了歌剧、重金属、华丽摇滚、清唱等多种音乐风格，充满着猛烈的意识流与梦魇般的迷幻色彩。除了音乐，皇后乐团更爱玩视觉先锋艺术。如今女装这个梗经常被用来调侃年轻男生，而40年前皇后乐团就玩过这个了。早期的舞台表演，主唱经常穿女装上阵表演，而那个在世界杯以及一些重要体育赛事中耳熟能详的歌曲 We Will Rock You 的灵感来自于乐队在宾利大厅的一次演出。从开场到谢幕，全场观众都在激情合唱，场面异常火爆。布莱恩·梅随即产生了创作灵感，在拥挤的演唱会现场，观众能做什么？无外乎跺脚、拍手和合唱。于是他就将这些拍手跺脚的音效写进歌里，创作了这首充满互动性的 We Will Rock You， 成就了一首摇滚乐史上的经典。1981年专辑精选集唱片，时至今日仍是英国史上最畅销的专辑，平均每3个家庭就有一张。但刚迈进90年代，主唱牙叔死了，皇后乐团的魂没了。1991年，布莱恩的多事之秋，牙叔死于艾滋病。他老爹一辈子滴酒不沾，就是天天抽40根烟，把自己抽没了。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第一任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多重打击之下，布莱恩确诊抑郁症，他去某个诊所进行了隐秘的治疗，可更多的时候，他想自杀。当你抬头望向天空，一切都变得没有区别，颜色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鼎鼎大名的皇后乐团更像是负担。他直言，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再回答关于皇后的问题，我不想成为活化石。最终给他力量的是他一直热爱的天文。在皇后乐团的这些年，布莱恩一直坚持阅读天文杂志，还和天文界人士保持积极的交流。2006年，布莱恩重回帝国理工学院，完成他33年前未完成的博士论文。这一年，他已59岁。他于07年成功发表了一篇黄道尘埃云的镜像速度学位论文，拿下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那年，布莱恩登访加纳利天文中心，完成自己最后的观测。许多世界级的天文学家闻讯赶来，却不是为了找他讨论学术，而是为了找他签名。就连霍金和他都是相得甚欢。粉丝对他有一爱称梅校长，因为他还当选过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荣誉校长。或许有人对这张火爆全网的冥王星爆星图有印象吧？这张图便是经由布莱恩之手处理的。他回头去找寻宇宙的答案，也从未放弃对音乐的追求。他以皇后乐团家的形式，先后与保罗·罗斯杰、亚当·兰伯特合作巡演。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皇后乐团重现了《波西米亚狂想曲》，
与新生代歌手 Jessie J 合作演出 We Will Rock You。 2012年，他被评为世界第2伟大的吉他手。2018年，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上映，在电影的拍摄现场，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在演员身后站着一位眼含热泪、面带微笑的老人。身为电影创意和音乐顾问的布莱恩，做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一个顾问，几乎从头到尾都参与其中，一遍遍修改，一遍遍重写，甚至更换了编剧，以求得最佳效果。他所做的这些事儿，是为了向自己的已故好友弗莱迪致敬。皇后乐团从来不曾解散。2020年，他心脏病发作，在鬼门关前反复横跳，医生在他动脉里插入3个支架来保全性命。出院后，他大开玩笑：“我快成钢铁侠了，往日寻死的念头早忘了。既然逝者已逝，那他想代替他们活着。纵使父亲始终没看到我拿下博士学位，纵使牙叔没办法见到皇后乐团依旧闪耀。他是音乐玩到极致的天文学家，他在音乐家里面最精通天文、美学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2面，是人类探索的2个极致。布莱恩·梅，他深入骨髓的浪漫精神，将音乐和星空结合，将父亲的期望和自己的梦想结合，造就了一个难见的奇迹。能站在演唱会上对着数万人高歌，也能在太平洋小岛上观察天边飘渺的黄道光，这就是布莱恩·梅，一个在36年后重拾自己对天文的执着的人，一个大器晚成的天文学家，永远的摇滚巨星。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